比格短剧社。什么破公司啊，天天就知道加班，我都4个月没休息了。那个张姐什么脏活累活都塞给我，就连领导临时加急的琐事也算我头上。今天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再熬下去身体就要出大问题。我兢兢业业干了5年，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谁看得见啊？到头来钱没赚到个钱，还落了一身毛病。身体不适可以申请调休，公司人事部有明确的规定。调休？我们秘书部谁敢调休啊？我一请假，所有烂摊子还不是堆到我回来那天，得不偿失。你还别说，你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比我们那个冷冰冰的总裁看得顺眼多了。他平时从来都不笑，我每次去找他汇报工作，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累死累活，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。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冷冰冰的总裁。你楚烟尘，对不起，楚总，昨晚公司团建我喝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半点想上位的心思，真的只是意外。您千万不要开除我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我在集团就待不住了。昨天晚上当着我的面吐槽我公司，吐槽我冷冰冰的胆子去哪儿？那都是酒后胡言乱语，不作数的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放心吧，你的业务能力在整个盛辉集团没人能替代，我不会开除你的。但是这次只是意外，我记住你了，下不为例。楚总，既然您不开除我，那我就先回工位了。慌什么？还没到上班时间呢。我待在这不合适吧？太尴尬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您发生这种事，真的很抱歉。怎么，你很怕我？所有人都怕您，您平时太严肃了，全公司没人敢跟您多说一句话。所以昨晚才敢喝醉酒吐槽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别再说了，行不行？算我求您了。温和，你很累对不对？5年来，我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公司所有脏活累活都是我干。我不敢休息，也不敢熬夜，生怕出错丢工作，最后熬得一身的毛病。你想休息可以跟我说。跟您说有什么用？您是总裁，只看结果。以前我确实没注意到。您说什么？你的工作成果我都看在眼里，只是没说罢了。
楚总，昨晚的意外我们就彻底翻篇，以后上下级归上下级，您正常安排工作，我肯定好好干活。好啊，翻篇可以，但下不为例。小温，这份报表帮我核对一下，我家里有事要先走。张姐，我手头还有总裁的加急文件。这以前不都是你干的吗？举手之劳而已。张姐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别总麻烦温和了。温和，你今天怎么状态这么差？脸特别白，是没睡好吗？有点失眠。太累了就歇一会儿，别总硬撑。你天天加班，熬不住的啊！喂，楚总。来我办公室一趟，现在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楚总，您找我？这2份续约薪资报告看一下。双倍底薪，全年带薪调休。楚总，您没必要为了昨晚的事这么补偿我。我这不是补偿，是留住我手下最得力的秘书。可我昨晚已经打算提交辞职报告了，我不想再无休止的内卷加班。签下这份协议，以后下班时间一到，没人可以占用你私人时间，包括我。天底下还有老板主动限制自己使唤员工的，您别是挖了什么坑等着我跳吧？整个盛辉集团也就只有你敢这么揣测了。我这叫吃过亏，不得不防。之前心软好心帮同事分担工作，最后黑锅全扣我头上。张辉甩活给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后续我会让人事部重新调整方案的。您连办公室这点小事都调查了？我的秘书不能天天被杂事所消耗，本职工作才是核心。行，协议我可以签，但我必须加一条补充条款：昨夜意外到此为止，以后我们纯粹上下级关系，绝对下不为例。好，听你。小文，这是什么？人事部刚发的岗位职责调整，我的活怎么少这么多？不好意思，张姐，按照新的职责岗位划分，这部分已经不属于我的业务范畴了。你现在的架子倒是不小啊，不就是跟总裁关系走了近点吗？张姐，这是公司新规，大家都要遵守。还真把自己当总裁夫人了。随便怎么说，我现在主打一个心安理得，摸鱼养生。你能想通去学内耗真挺好的。哎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顿火锅放松一下？可我下班还要去医院复查，下次吧。喂，下班我送你去医院，不用打车。不麻烦楚总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我正好去医院探望长辈，顺路而已。医生，之前调理身体也很有效，各项指标都回落不少。你呢，继续保证休息，就不用担心病情恶化。真的？唉，我总算不用天天抱着保温杯喝中药了。就算有好转啊，也不能再继续熬夜了。你之前过度透支身体啊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补回来。以后他加班申请，我会全部过。这位是家属吗？平时多盯着点儿，不能让他过度劳累。不是家属，他是我老板。老板，现在还有老板陪员工出来检查身体啊，倒是少见。
顶尖秘书要是身体垮了，对公司可是一大损失。啊，楚总，您刚才故意不解释，搞得医生都误会我们俩的关系。误会几句又没事，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。您当然无所谓，这要是被别人看见，明天我回公司，指不定被同事编出多少八卦。进来坐会吧，感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你这公寓倒是蛮简约的，连一件有生气的东西都没有。以前天天加班，回来倒头就睡，根本没有时间打理生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打算添置一套茶具养生。这样吧，明天我让助理采购一些顶尖食材送到你的公务回家里面。别，您再这么大方，全公司的流言蜚语能把我淹没。今天张杰已经阴阳我攀上高枝了，所以长到他们身上，他们说我管不着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不大习惯。以前冷冰冰的大老板，突然变得这么贴心。只是之前忽略了身边人的付出，现在想弥补罢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下次别再绕路送我了，太引人注目了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有人刁难你，记得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哎，你们看文和，最近上下班都有总裁的专车接送呢。再看他的座位上那营养品放满，这待遇比总经理的都好吗？温和的业务能力摆在这里，人家拿优待是凭实力，而不是靠什么阴阳怪气。那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晚上靠着别的手段取悦总裁。张姐要是羡慕这份待遇，大可以把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到我这个水平。你少得意，他对你也不过是一时的新鲜感。新鲜感也好，赏识也罢，至少我不用再帮别人无偿收拾烂摊子。温和，公司楼下来了一批合作方用户，点名让你过去对接谈判。楚总，楼下合作方态度十分傲慢，摆明了想借着谈判拿捏我方底线。我已经收到消息了，这批人就是故意找茬，原本安排的对接人临时推给，这个是他们违约记录。合着又是别人甩过来的烂摊子，还好我有心意在身，不想去的话可以直接拒绝。不用推掉，我陪你一起下去。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，敢为难我的秘书。不用这么大阵仗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我就是过来报备你一声。我知道你有能力，可是我护得住你。别怕，给我。你现在越来越像护犊子的大家长了，根本就没有高冷总裁的样子。别被我专属。我们说好只是上下级关系，别总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。楚总，合作方一行人已经在会客区等候。让温和主导谈判，我负责旁听就好了。别紧张，放轻松，按你说的来就好了。你不用特意留下来，我真的能独立完成。我留下来，他们才不会刻意压价刁难。行，那就当你过来学习一下普通人的谈判技巧。整个公司也就只有你敢说让我过来学习了。这么难搞的客户，被你这么轻松就拿下了。切，还不是运气好，要不是靠总裁的关系，根本拿不下来。谈判的每一份方案都是我熬夜打磨出来的，靠山只是底气，
真正靠实力说话。我完全赞同，实力才是硬道。喂，晚上一起吃个饭，当做拿下大战的庆功宴。单独吃饭被同事看到不好，不然又闹出八卦。那就带上江凯一起，人多热闹，也能堵住悠悠众口。行吧，仅此一次。放心吧，我记得约定，下不为例。你嘴上说着下不为例，但行动上就刺死婆你。今晚庆功宴的地址我选好了，是一间私房菜馆，隐秘性很强。哎，不用担心被同事撞见。还是你考虑周全。我现在有点草木皆兵了，生怕张姐知道一点细节，到处乱走身份。3人聚餐，总裁请客，这规格可不低啊！张姐要是想吃，可以想，我们 A 着。我可不敢蹭总裁的局，我怕别人说我靠关系上位。张姐，温和是靠自己的实力拿下了大人，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了。行，说不过你，我先去人事部交资料。唉，今天应付这些闲言碎语，感觉比处理10份合同还累。温和，等今晚吃饭的时候，你得好好的跟楚总提提这事儿，总不能让你一直承受这些非议呀。我怕我跟他说这些，他反倒觉得我矫情。喂，梳理一下，10分钟之后我在楼下等你们2个。这么早，离下班还有半个点呢。提前走，避免拥堵，免得被员工瞪住。好，我们马上准备。今天多谢你出面撑场面，谈判的时候合作方明显收敛了很多。这本来就是你的功劳，我只是凑个数而已。你也太谦虚了，整个盛辉谁看见你不得收敛3分？昨天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张卫的闲话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早就习惯了，以前当老好人的时候闲话更多。我已经通知人事部开展职场风气整顿，杜绝办公室一切甩锅的行为。我随便吐槽一句，你直接升级公司制度改革？我可不希望我的秘书一直被小事所消耗。说好只做上下级，你现在这个关心程度，我很难划清界限。界限我记得，但是护短是本能。赶紧回去吧，太晚开车不安全，以后别再对我特殊对待了。看情况吧，也许不一定。厉害啊，温和！昨天随口一提，今天整顿通知就下来了。这摆明了就是针对我，仗着总裁撑腰，至于赶尽杀绝吗？整顿是面向全公司所有人，又不是单独针对你一个。以后大家各司其职，谁都不用额外受累。道理是这么说，可最后的好处还不是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。温和，你有快递在前台，超大一箱，说是给你寄的全套的养生器材和食材，一会儿记得来拿。好，不用想，肯定又是楚元辰安排的。看样子，总裁真是把你的健康放心上了。我现在收下也不是，退回去也尴尬，太难了。器材收到了吧？平时上班泡泡茶，休息了拉伸身体，别再拖着身体了。楚总，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东西，太招眼了。东西放在工位了，全公司都能看到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总裁重点照顾的一部员工了。合着你送给我东西是为了给我立一层保护罩？算是附加福利吧。我来跟你说清楚，东西我收下，但以后不许再额外送东西给我。那如果我拒绝呢？
那我就只能启动协议条款，严格划分工作距离。除工作之外，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。好，那我以后不随便送礼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周末准备去俊杰爬山，缺一个同行怎么办？你可以找江凯，他户外运动经验特别丰富。可是我只想找你啊，这算是带薪休假，不算私人恩怨。拿工作当借口，行，我答应。但是爬山全程我们只聊工作规划。好，我保证。听说你周末要跟楚总一起去爬山啊？是实地考察户外合作项目，纯工作而已。考察项目需要2个人单独出去，这说出去谁信啊？张姐，项目资料我看过，确实需要实地取景调研，不是私人任务。借口谁不会找？你问问大家，谁心里不清楚啊？随便你怎么想，我问心无愧就行。张姐最近业绩连续垫底，我估计啊，是她心里不平衡才一直针对你的。我懒得跟他计较，等我爬山回来，我就正式启动我的带薪养生计划。说实话，抛开上下级身份，跟你出来办事儿，意外的很轻松。怎么，我平时太严肃，让你很有压力啊？何止是压力啊！我之前看见你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，但我今天才发现你还挺贴心的。只对你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上午爬山，我看江凯跟你走得挺近，你们关系很好。就是普通同事啊，他性格很好，经常帮我解围。怎么，吃醋了？只是单纯好奇问问罢了。嘴硬，不用掩饰，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一夜荒唐，下不为例。你现在的心思啊，早就越界了。不一定是死，但能受。周末调研怎么样？方案和内容好像很完善。多亏楚彦辰帮忙参考，不然很多细节考虑不到位。瞧，这才出去一趟，这张嘴闭嘴的都是楚彦辰，很难让人不八卦呀。方案我已经上传到工作系统，所有人都能查看。是不是私下约会，大家一看便知。就算是在一起工作，天天都在一起，早晚都会出事儿。在职场中是以能力来说话，没有必要一直揪着私人生活不放。关你屁事！温和，公司楼下合作方突然到访，指定要你和楚总一起去接待。走。合作方突然上门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待资料。我知道，他们这次上来，一方面是想敲定尾款，另一方面是想打探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合着我又变成了别人八卦的工具人了。不用紧张，正常接待就好了。我现在有点分不清，我到底是你的秘书，还是你用来挡八卦的工具。是独一无二的秘书，也是想留在身边。你要是再这么直白，我真的要申请调换岗位了。好啊，那你舍得放弃双倍薪资和无限带薪休假吗？你能不能别总拿福利拿捏我啊？我只想多点理由把你留在我身边。行，先接待工作，私事下班再说。楚总，温秘书。等会谈判我来主导，你就安静的坐着旁听，别一出场就把对方压得不敢说话。怎么，怕我抢了你的主场啊？我是担心他们因为怕你不敢说出真正的合作诉求，别到时候合作没谈成，还麻烦一大堆。好，
全程我少说话，等你需要兜底的时候我再说。刚才客户离开的时候啊，一个劲儿的夸你专业，这一次啊，又给咱们部门增加了不少的业绩分。专业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靠总裁在背后保驾护航。换做是别人，不一定有这个资源。资源是公司的，谈判技巧是我练了5年。张姐要是羡慕，有空多钻研自己的业务，少拿别人的私事乱嚼舌根。我不信。刚才你怼人的样子，比我开高层会议还要霸气。你别离这么近，被人拍到又要乱传绯闻。传就传，我不介意公开对你的偏向。我介意，当初白纸黑字写好的下不为例，你怎么次次都犯规啊？规则是我定的，我有权修改补充条款。喂？哦，好，完了，我预约的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推掉会议，陪你一起去。好。这一次复查结果非常理想，各项指标基本回归正常了。只要你继续保持规律作息啊，以后就不用频繁来复诊。太好了，我终于不用定期来医院打卡了。能恢复的这么好，家属平时照顾很用心吧？医生，他真不是我家属，就是我老板。算是专属监护人吧，监督他不许熬夜加班。你非要故意误导医生是吧？现在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洗不清正好啊，省得我之后还要费力去规训。我发现你最近套路越来越多，不管是医生还是同事，你都要故意制造误会。我只想让人默认我们关系不一般，才不会有人欺负你，甩锅给你。拿绯闻当保护壳，未免代价太大了吧？我愿意承担所有代价。对了，下周4周年晚宴，我还缺一个女伴。你随便找个名门千金出席就好，但我一个秘书容易被媒体乱写。可是我只想带你去，就当工作陪同，薪酬翻倍。别拿薪资绑架我，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。好，我等你的答案。不过我猜，这次你肯定不会拒绝我。听说楚总邀请你当周年晚宴的女伴，我还本来打算等晚宴结束请你吃宵夜呢。只是工作陪同，不用想太多。哟，堂堂总裁，人家放着一众名媛不用，带你这个贴身秘书，大家谁都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总裁的陪同人员本来就可以由核心员工担任，温和跟着总裁处理一下现场琐事，很合理。合不合理的说辞，还不是都由你们编。我只是答应工作陪同，没必要特意定制礼服吧？我有自己的正装可以穿。参加周年庆的晚宴都是商界大佬，我不允许我的秘书穿得太过随意。你投入这么多心思，真的只是把我当下属？很早之前就不只是下属那么简单。
从你喝醉酒闯进我休息室那一天，一切都变得不如。说的这么认真，差点就要当真了。那就当真，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待会儿我带你去挑选配套的首饰。今天谢谢你，不过这礼物太贵重了，等晚宴结束我就还给你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？无功不受禄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就当这几年你拼命工作给你的补偿。以前是我忽略了你的辛苦，现在我想弥补回来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温柔起来杀伤力太强，要是再这样，我很容易沦陷。沦陷也没关系，我会接住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今天晚上两人成双成对的出现，明天整个商圈肯定都在传总裁跟秘书的绯闻。就算传出绯闻，也是两个人光明正大相处换来的，没必要恶意传出。今晚我全程只负责对接工作，结束之后立刻回家，杜绝一切八卦发酵的机会。我第一次觉得带女伴出席会议是件值得期待的事情。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今晚只是上下级的工作配合。工作归工作，心动归心动，两者互不冲突。走吧，应付完今晚的宾客，我要回去好好补觉。待会儿我送你回去，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两个之间未来的事情。总算熬完一晚上，轮番打招呼喝酒，我脸都笑僵了。今天晚上辛苦你了。今天晚上大部分合作的难缠方都是你帮我拿下来的。拿人薪水，替人干活，分内事儿。不过我发现不少老板看我们俩的眼神，像吃瓜群众一样。那干脆满足他们好奇心。你别乱来，说好只是工作陪同。刚才江凯还给我发消息，说张姐在大群里发小作文，说我今晚靠晚宴敲定总裁夫人的位置。我已让公关去处理公司谣言了，顺便把张姐的绩效考核再重新做一遍。你也别下手太重，她就是气度上头，嘴碎了一点。敢欺负我的人，绝对不轻饶。你这护短的毛病还真是改不掉。哦，对了，我把首饰还给你，太贵重了。哎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？如果你实在觉得别扭的话，就当做我给你的专属福利。那好吧。我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吗？你至于利用总裁的权力打压我？你歪曲事实，散布谣言，违反了公司规定，换谁来处理，结果都一样。我没打算针对你，只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工作，
别把心思放在八卦上。不好，晚宴之后，楚总对你的态度，明眼都能看出不一样了。你真的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我现在只想搞我的带薪养生，谈恋爱太费劲了。喂，好。楚总，您找我有什么工作安排？周末我打算搬新家了，到时候隔壁公寓更好空出来了，我已经买下来了。好好的大别墅不住，非要搬来普通公寓？住你隔壁方便监督你日常吃饭，不许熬夜。家伙，你这是打算24小时贴身监视我？说是监督，其实就是想制造日常跟你相处的机会。以后下班我们可以一起买菜做饭。我拒绝，距离太近，我会彻底分不清工作和私人生活。好，我不强求你现在立刻接受，我们可以先做邻居，相处一段时间。这下彻底甩不掉喽！以后上下班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打算下班就宅在家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现在连住处都要绑定在一起，还否认上下级以外的关系，谁信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新邻居过来串串门儿，今天晚上我来做菜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冷面总裁还会做饭？我可不相信。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做，只是没人知道罢了。开饭啦！看不出来嘛，你还挺厉害的。你可别小瞧我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要沦陷了。沦陷就留下来，不会让你后悔的。快吃饭吧。每天一起上班下班，说没有好感，鬼都不信。温和这一次算是彻底把总裁给拿捏住了，这以后在公司还不得横着走？我靠的是业务能力立足，不是所谓的人际关系。对了，我下周要去催笔出完整几个月。他确实不太够，你这个女孩子一定要多锻炼一些。放心，有谈判经验的公司不会吃亏的。崔叔我有可能的事情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我必须独立完成，总不能事事都让你出面帮我兜底吧？这样，我可以不露面，我开车跟在你身后，如果有突发情况，我第一时间回答。你别小题大做了，
搞得我像是需要家长护送的小学生一样。在我这里，你永远可以不用假装坚强。温秘书，对方公司的口碑很差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心里有数。我就说我能搞定吧，你白担心一场。看着你硬扛压力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今天晚上谈判会，你冷静又耀眼，让我越来越心动了。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情话？我免疫力都快清零了。真心话没必要藏着掖着。对了，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顿晚饭？庆祝你顺利回收尾款。好。文和，我是真的服你，那笔尾款他们拖了咱们大半年，谁去谁吃瘪，结果你一去就搞定了，太厉害了。也没那么夸张，就是抓住他们怕被曝光的软肋而已，擅长操作。别吹得这么神，真没人给你兜底吗？我昨天可是看见楼下有一辆豪车在接你下班。人家只是刚好路过而已。怎么，你现在是看谁顺都觉得有猫腻是吧？张姐，温和是凭自己的实力办到这件事情的，别总酸。我酸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不像某些人背靠大树好乘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绕弯子了。今天我想当着咱们所有同事的面儿做一个见证。温和，我想认真的跟你说句话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知道你平时很累，事事都自己扛，从来不麻烦别人。可我想做那个能让你依靠、能让你放松的人。温和，你愿意答应我吗？不是江凯，你怎么突然弄这一出？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只是把你当同事，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我还有……温和，温和，江海，谢谢你欣赏我的员工，也谢谢你喜欢他。楚总，感情不分职位，我是真心的。我知道你是真心的，不过很可惜，已经晚了。以后温和是我的人，我不希望办公室再有任何人向他表白。我的妈呀，真敢说！这算是当众官宣了吧？你疯了！别说了，上班时间你公开说这个。我不说清楚，你的烂桃花永远断不干净。你今天真的太冲动了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我跟你有事。明天开始，我绝对是全公司的中心话题，谁都要说我两句。议论就议论啊，我女朋友值得被议论。谁是你女朋友？
我还没同意呢。好啊，那我现在正式问你，要不要走？我还没准备好谈恋爱，我现在只想养好身体，摆脱内卷。好，那我们演练吧。隐恋？你刚官宣完又隐恋，也太冲突了吧？不冲突啊，对外高调官宣帮你导桃花，对内低调保护你市场，这样分析没？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最会玩套路了，一套一套的，我根本玩不过你。不用玩，乖乖被我宠就好。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总裁霸气呛人，傻的哇！温和，昨天是我唐突了，你别有压力，我已经放下了，以后我们还是正常同事。谢谢你啊，江凯，你人真的很好。哎呦，真是皆大欢喜呀！有人在职场、爱情、事业双丰收呢。这份数据核对不细致，有漏洞，重新修改，下班前给。刚才还温柔暧昧，现在凶得我一脸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刚才也太过分了吧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凶我，搞得我跟犯错的小学生一样。公开场合嘛，我得公正严明，要不然被别人抓到把柄，会立刻承认的。那你也不用那么严肃吧，好歹我也是金牌秘书。那我私下补偿给你。怎么补偿？涨工资？带薪休假？今晚我做饭，私人补偿，外面吃不到那种。又是美食套路。你除了做饭收买我，还有别的招吗？有啊，但是太快了，怕你坚持不住。谁要沦陷？我精力超强的。是吗？让我试试。温和，高层领导刚下发的审核检查，今天晚上必须要审核完成，加急哦。这么多，这些料根本不是一天能做完的。刚跟总裁传出绯闻，立马受到上层领导的高度关注。哎呀，你这个好日子到头喽！这明显就是故意为难，3个人做都费劲儿，摆明了想逼你出错嘛。懂了，这帮老股东就是看我出身普通，配不上他，故意拿这些想着我走。你们公司股东是不是闲的？专门搞针对是吧？我知道，他们觉得你身份普通，不会靠近我，想逼你主动离职。那我怎么办？做完这些怎么也得通宵，做不完还得背锅。不用通宵，也不用硬扛。对于不合理的工作，直接革职，不用管。那我要是不交，岂不是让他们抓了我的把柄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人动得了你。你总是这样给我兜底，
我迟早要被你宠的都不会独立上班了。那我就给你兜一辈子的底，不用独立。某些人的胆子可真大呀，高层布置的活儿你都敢拒绝，你就等着通报批评吧。本职工作我全部达标，不属于我的，我有权拒绝。确实啊，职场不是无脑压榨，不合理的工作量本来就可以拒绝呀。哼，那你就等着被高层问责吧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躲。岗位分工明确，强行加量属于违规，这不是员工失职。你这么硬刚股东，不怕他们跟你闹矛盾？闹是闹，比起公司内部平衡，我更不希望你受半点委屈。你真的没必要为了我跟高层对着干。别人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行。从我选择你那刻起，我就站在你这边了。完了，我是越来越扛不住你的温柔了。那就别扛，乖乖投降，待在我身边。听说温和搞事情，干预高层制度。看吧，我就说嘛，总裁为了一个秘书，竟然跟高层领导翻脸，这以后公司的人还不都被他带偏了？人家只是拒绝不合理压榨，你们别什么事都往私情上扯。我发现了，人越努力，越有人找麻烦。天天应付八卦和针对，干活还累10倍。好啦，留言我已经让人处理干净，造谣的人我已经全部记录备案了。你又帮我收拾烂摊子啊？这个不是烂摊子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女朋友受半点委屈。谁是你女朋友？我们还没官宣呢。那我给你补一次，正式官宣。别，好不容易风平浪静了。可我不想让你一直藏着，你值得我光明正大的喜欢。你呀，太会拿捏我的情绪了。只拿捏你，别人不配。温和，你的快递，私人信件。哟哟哟哟哟，还有就任找前端，最近实在是热闹啊！早就断干净了，不知道他从哪拿的我公司地址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前任纠缠的最麻烦，你小心一点。我前任突然找我了，寄了挽留信。你别多想啊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想复合？应该是，但我没有想法，我跟他早就是过去式了。什么时候联系的？从来就没有联系啊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。我不希望我喜欢的人被人惦记。你占有欲也太强了，过去式而已。过去式也不行，我不希望我们被任何人打扰。那你想干嘛？解决隐患，杜绝一切问题。这事儿你不用管，交给我。
温和，楼下有一个男生找你，说是你的前任，态度很执着。哇，修罗场来啦！林大人，我帮你打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说清楚，一次性都来钱。我怎么说你？你别太强势，我的私事我自己能处理。你的私事现在就是我的事，我去说。怎么样，都说清楚了？说清楚了，他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你跟他都说什么了？我跟他说，你现在有我很好，没必要再回头。你真的很混的。只混。好了，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你也先忙着。总裁是真的很护着你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说实话，换成谁，谁都会心动吧。别八卦了，看你这。说实话，这段时间谢谢你。以前我一个人扛所有压力、委屈、流言，从来没有人管我。自从遇见你，我才知道有人撑腰是什么感觉。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扛，我来扛。楚彦辰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你了。不是好像，是确定，对不对？嗯，确定。张姐最近彻底安分，不再挑事儿，总算是消停了。这样也好，不折腾，不八卦，大家都能好好的上班。这下总算是清静了。现在可以正式官宣恋情了吗？再等等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，再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。好，多久都可以，我等你。之前我们说一夜荒唐，下不为例。以前是一夜荒唐，现在是止步余生。现在这情话水平是越来越熟练。只对你熟练。从醉酒意外的一夜纠葛，到现在真心相爱，从不后悔所有的破例。我也不后悔。我说，看你最近的状态，真的肉眼可见的变了，气色比刚来更新那会儿强太多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天天熬夜加班内卷，现在准点下班还带薪养生，心情舒畅，气色自然好。不得不说，你这个人的心态是真好。换别人经历了这种流言，还有高层领导的针对，估计早就在公司待不下去，离职了。
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啊。我以前呢，总爱揪着别人的闲话瞎琢磨，现在想想，其实挺没有意思的，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。能想通就最好了，大家安稳上班，不比什么都强啊。文和，刚总部下发了通知，下周要选一名优秀员工代表上台做年度工作分享，部门推举你了。啊，推举我？这么正式的场合？那必须是你啊！你想啊，今年最难的项目、最难搞的客户全是你拿下的，你当之无愧。确实，咱们部门没有再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我倒是不怕干活，就是当众上台演讲，我有点紧张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怎么了？咱们部门把我推成优秀员工年度代表了，下周还要上台演讲。这是好事啊，紧张什么？我平时闷头干活惯了，当众发言真不擅长，万一紧张忘词儿，岂不是当众社死啊？好啦，你的工作成果实打实的摆在那里，你不用花里胡哨的说，真诚的说就好了。可是台下坐的全是高层，还有各部门领导，还有一堆我不认识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们本来就对我有偏见，觉得我是靠关系，万一要是我发挥不好，肯定要被他们诟病。这样吧，晚上我回家陪你一遍遍彩排，保证你上台妥妥当当。哟，堂堂总裁还要当我的演讲培训老师？只对你一个人专属。行。你这也太精细了吧！流程心得随便写写就行，还用这么仔细？不行，这次我必须做好。我要靠这次机会彻底证明，我能站稳脚跟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关系。真心赞同，这话说的没错。之前有太多人传你的闲话了，你这次要好好表现，堵住这些人的嘴。我就是这个想法，不想一辈子贴上靠总裁上位的标签。加油吧！完了，我一紧张语速就飞快，听起来特别不稳重。好啦，不用着急，不用刻意去背诵，你只需要知道大概意思就好了。可我看到台下一堆人，我肯定脑子一片空白。那只看我就好了。看你？到时候我坐在第一排，你只需要把内容讲给我单独听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紧张了。你这颗定心丸来得太及时了，怪不得全公司的人都想抱你的大腿。我又不给他们抱，我只给你兜底。行吧，有你当后盾，我就有底气了。温和资历不算老，纯属靠关系抢名额。这些人嘴真碎，自己没本事就随意酸别人。别听他们瞎说，等他们听完分享，自然会闭嘴的。
没事啊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实力是我自己的，等结果就好。慌了？有点，毕竟是第一次当着公司高层发言。记住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也不用证明给任何人看。你能走到今天，是你5年熬到这儿的，理所当然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傻瓜，大胆发言，加油！好，今天我就让所有人看看，我温和靠的从来都不是偏爱。牛逼啊！全程稳的一批，一点都不怯场。真心佩服，讲的是又实在又干货，比那些空话套话强100倍。总算结束了，我刚才紧张的心跳都快跳出来了。表现得非常好，比我预想的还好。真的吗？有没有觉得哪里有点生疏啊？没有啊，全程都自信很大，所有人都看到你的努力。现在公司再没有人说你是靠关系上位的。唉，太不容易了，我终于靠自己洗白了。我的女孩值得被所有人看到。你别乱来，随时都有人进来的，不然被他们看见又要八卦。好啦，不怕了，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能力了，再没人敢说。年度优秀员工榜单排名第1名是温和，恭喜温大优秀员工！晚上一定要请我们喝奶茶哟。没问题，全员奶茶我包了。这下真的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你！你别调侃我了，好好工作，下次争取咱们部门全员上榜。一定的。给你买了蛋糕，今天的你真的很棒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啊？我今天超级有成就感，终于可以不用活在流言当中了。其实我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我只知道你很优秀，值得被所有人看见。我以前总怕别人说我配不上你，但我现在觉得我可以跟上你的脚步了。不用追赶，我们是并肩同行。你是会越来越好，我也只会越来越爱你。听起来有你真好。或者今天在，我以后每天都在。温和，季度总账马上要终审了，我这边核对了一下，发现咱们少了一大笔回款，我怎么查都对不上啊。差多少？是分账对不上，还是总账归集出错？分账全部没有问题，就是在查总账的时候啊，少了一笔大额的回款。
我核查了3遍系统的记录都找不到。我刚整理完这个季度所有的纸质单据，全部按日期排好了，你可以对照系统一条一条的查。辛苦了，这次季度复盘是全公司公示审核，一点错都不能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特意全部核查了一遍，绝对没有错的。纸质单据绝对没有漏。那就奇怪了，只是与记录系统凭空消失，不可能是操作失误啊。难不成是我们谁录单的时候疏忽了？不可能，这笔账是上个月入账最大的一笔，我还是亲自看见确认入账的。这样，你们先稳住，别慌，离复盘会还有1个小时，来得及不久。是，万一来不及怎么办？万一我们查不到，我们等于凭空丢了一笔账。普通员工权限看不到后台原始数据，我去总裁办公室调最高权限存档，只有总部底单能证明真实记录的分。行，那你赶紧去，这边就交给我们，这个数据绝对不能扔。紧急情况，上个月大额回款记录系统消失，纸质单据还在，但系统查无记录。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这事儿不用着急。不急不行啊，马上季度复盘，一旦数据对不上，直接判定我们部门工作失误，绩效全部扣光。这个不是你的失误。什么意思啊？部分高层对你之前的评优结果不服，又不敢明面上找你麻烦，所以在背后偷偷用审批权限隐藏了这笔收入，专门卡你这个季度复盘。还能这么操作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集团高层权限漏洞，他们故意钻空子刁难。服了，我踏踏实实干活，从来不争不抢，他们怎么还盯着我不放呢？因为你越优秀，他们越会挑刺打压你。原始底单、入账流水、审批记录全部调起来了，完整无误。太好了，有这个我复盘就稳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让你背黑锅。你每次都这样无条件的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你人情了。不用还，待在我身边就好了。工作时间能不能正经一点？工作我帮你摆平，喜欢你才是正经事，不冲突。数据全部找回来了，是高层后台操作隐藏，不是我们出错。我的天，真有人干这种小动作，太小人行径了。怪不得怎么查都查不到，原来是被这帮人藏起来了。我把原始底单、后台流水全部做了备份，一会儿复盘会上我会全部公示，我看谁也挑不出毛病。刚才吓死我了，我差点以为咱们这个季度的绩效全都没了呢。这帮高层的领导格局也太小了，跟一个底层的秘书较什么劲啊？无所谓，职场靠实力说话，我们拿结果打他们的脸。等会儿复盘肯定有很多领导等着看他们的笑话。现在可以彻底让他们闭嘴了。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，不用刻意怼谁，稳稳通过就是最好的回击。复盘会顺利结束了。顺利，全程零漏洞，那些挑事的高层全程沉默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
我就知道你的问题。其实我有点担心，你总是为了我和高层硬碰硬，对你管理团队很不好。如果连自己喜欢的人都护不住你，那才是真的不对。可是集团发展需要团结元老，你总是这样，难免有人不服你。服我的人靠的是能力，不服我的人靠的是挑刺。我不需要刻意去讨好谁，你也太护短了吧？只对你护短。那我以后要是越来越依赖你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依赖一辈子，我扛得住。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好听的话了。只对你专属，别人没有这个待遇。温和，刚刚接到紧急通知，总部让你明天早上7点飞往林市，有一个项目紧急需要核验。明天这么突然？对，因为项目临时出现了问题，不能拖延。林市单程2个半小时，来回要5个多小时，你一个人去太累了。对呀，而且你回来肯定都半夜了，你一个女孩子跑长途，这怎么安全呢？没办法，临时假期工作，总得有人去。要么我跟你一起去，咱们2个人还能分担一下。不用，这边部门也需要有人看着，我自己能搞定。哎，别太熬了，实在不行，要不跟公司反映一下吧。放心，我出差老手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跟你报备一下，明天一早我要出趟差，当天往返。我看过通知了。路程远了点，但是我保证顺利完成任务。我不准你一个人去。好，为什么？这是常规出差任务啊。单程2个多小时高速，深夜往返，不安全。可是公司只安排我一个人去，我叫别人陪同不合适吧？我陪你啊。别啊！你是集团总裁，给我出差太不合规矩了。正好我要去了解一下分公司运营情况，至于公信。你这借口未免太牵强了吧？根本就是不放心。就是不放心呀！我女朋友深夜往返高速，我可不想一个人在家。行吧，你想来就来。不过路上全程只能聊工作，一起聊。工作是认真的，撩你是你。楚总，温秘书，出差报备手续已经帮你们登记好了。谢谢，我们准时出发。资料带齐了，全部核对完毕，别让人少。那路上注意安全。其实你不用特意陪我，这么多次出差，我没出过一次问题。那你以前是没有人陪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陪着你。你这话听着心里暖暖的。那就习惯这种感觉，以后你出的每一次差都陪着你。行，那就今天辛苦楚总当我的司机兼保镖。荣幸之至。你好，我是盛辉集团温和，过来对接本次项目数据核验。您好，早就听说温秘书专业负责，辛苦您今天专程跑一趟。应该的，我们先核对异常数据条目。
没想到初冬也亲自跑过来，看来对我们的项目很重视。我自己公司的项目，我自然是重视的。总算搞定了，比我预想的顺利很多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遇到麻烦。忙了一整天，总算能歇口气儿了。累不累啊？有点，今天全程高度紧绷，一直在核对数据。不用，我还能撑住。以前出差比这个更累，我都是硬扛过来的。以后不用硬扛，累了有我的。楚言辰，我发现你真的改变我挺多的。以前我只会拼命工作，拼命内耗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现在我居然敢偷懒，敢放松，敢依赖别人了。我有时候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能遇见你。不是幸运，而是蓄谋已久。从你醉酒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注意到了。今天真的谢谢你，可以陪我跑一天。跟你在一起一点也不辛苦。那今天晚上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上班。不找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想说，我们不用再刻意恋爱了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你靠实力站稳了脚跟，从此没有人再敢质疑你、诟病。所以我想说，我想从现在开始光明正大喜欢你。好，好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公开恋爱。光明正大，我有能力站在你身边。文豪，昨天出差顺利回来了吗？顺利搞定，数据异常全部核验完毕，项目风险彻底清零。你昨天是来回奔波了一整天，按理说应该很累的，但我看你这状态挺好的嘛。有人陪着奔波，心态完全不一样，不累。怎么感觉你最近变得松弛了很多，不像以前那样处处紧绷了呢？以前总想着多做多扛，少出错，现在想通了，工作啊尽力就好，没有必要透支自己。说真的，你这2年的变化，大家都能看得见。从埋头苦干的老好人，到现在成为了稳稳拿捏工作节奏的骨干。哦，对啊，今天咱们公司的高管群发了一条信息，说是让咱们傍晚的时候召开一次例会，好像是总裁要宣布什么新的规定嘛。又开会，最近没什么大的事项吧？为什么要调整制度啊？应该是常规优化。之前职场风气、加班机制本就该调整。晚上公司例会，你要更新公司制度吗？对，主要调整哪些方面啊？第一，杜绝无意义内卷、恶意加量、跨岗位甩活。第二，
杜绝所有高层员工使用权限打压基层员工。这2条完全是根据我经历的事改的。公司制度本来就应该公平公正，不是用来欺负老实人的。你这么公开整改，之前那些针对你的公司元老肯定不舒服。他们不舒服也得给我受着。这次不仅公开制度，还公开我们关系。这么快啊？不快啊，我已经藏得够久了。如今你靠实力站稳了脚跟，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那晚上例会，全公司都知道。光明正大，不用任何人替我揣测。突然有点紧张。好了，不用紧张，所有压力我来替你扛。我们今天说一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怎么说得看这个茶怎么喝，这个茶怎么喝得看这本书怎么写。好啊，那最后再说一件私事情啊，我和秘书温和正式确立恋爱关系，公开公正，以结婚为目的。天哪，真公开了！我还以为你们会一直私下相处呢。太难当了，总裁当众官宣，没有半点藏着掖着。这下终于不用小心翼翼避嫌了。以前老有人酸你，说你靠总裁上位，现在人家光明正大的公开了，看看以后谁还敢乱嚼舌根子。而且啊，你是先用实力证明了你自己，然后再官宣恋情，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感情换资源。完全没必要，你的能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这下终于可以不用一边谈恋爱，一边扛舆论，一边防打压了。现在公司的氛围可太舒服了，没有一个人在搞小动作。你看，所有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业绩。对呀，这波总裁整改的非常到位，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敢随意欺压员工了。其实我想要的一直都很简单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不用内耗。总算是熬出头了。得休息。问号，人事部通知，你的职级正式上调，由金牌秘书升级为项目部主管，薪资待遇同步上调。我晋升了，实至名归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必须的呀！你今年扛了多少重点项目？你想不升职都难啊！看，我收到晋升通知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这是公司正常晋升考核，还是你特意安排的？正常晋升，你无论是业绩、能力，还有态度，全部达标，不用我走后门。那就好，我还怕别人说我是靠恋爱升职呢。我不会给任何人抹黑你的机会，你值得被所有人看到。从一个每天加班熬夜的小秘书，到现在能自己掌控工作节奏的主管，我感觉自己变化真的好大。这全都是你自己争气啊。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员工兼你朋友，
上下级加情侣的双重身份。这很好啊，以后于公于私全都归我管了。那你可得公私分明，该严肃的时候还是得严肃。上班严肃，下班偏心。主管，以后可得多带我们一起冲业绩呀！大家一起努力，我不会搞特殊，更不会压活给你们。跟你在一块干活最舒服了，不画饼，不内耗，不背无名的锅。温主管，下周有一场大型的行业峰会，公司指定你作为代表出席发言。我去参加行业峰会？对，各大企业的项目负责人、项目主管都会到场，规格很高。文豪，这可是在大场面露脸的好机会啊！说明公司真的把你当成核心骨干去培养了。太棒了！才短短1年的时间，你就从底层秘书冲到了行业前台。怎么样？下周行业峰会简单吗？有点，这次面对的都是行业大佬，对比公司例会，压力还是大很多的。好啦，不用再紧张了。可是我怕我自己发言不够专业，给公司丢脸。你实力足够，经手的项目、复盘的细节、解决的问题都是实打实的干货。可是我对比那些前辈，资历还是很浅的。资历浅不代表能力弱。你怎么永远都能精准的安抚我的焦虑啊？我最相信你，最信任你啊。那我好好努力，争取不给你丢人。你怎么样都对，是我的骄傲。文豪，你准备的也太充分了，数据、案例、心得全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啊！既然站上台，就要拿出最好的状态，不能敷衍。你真的是太稳了，现在越是大的场面，你越沉得住气啊！经历多了就不慌了，以前连部门发言我都紧张，现在早就练出来了。好了，别熬太晚了，是刚好问不透这件事。我想再核对一遍细节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好啊，那我帮你看。你看得懂我们基层的项目细节吗？你所有的工作细节我都了解过，观察过。从你入职的第1天起，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。所以你最开始就看着我天天内卷，然后默默记下我的付出。对啊，我心疼你的硬撑，也佩服你的不服输。原来我不是一夜意外打动你，而是慢慢我的努力被你发现了。一夜是缘分，坚持是动心，所以我想爱一辈子。温主管，明天就是行业峰会了，你的稿件定稿了吗？所有流程都核对完了。说实话，我们整个部门都跟着沾你的光呢。现在只要出去说我们秘书部
每个人都会高看我们一眼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文主管，你太谦虚了。以前呢，我们部门是整个公司里面最累、最被甩锅、最没存在感的一个部门啊。你看现在，没有人再敢把锅给我们了，也没有人会把干不完的活给我们了。现在整个氛围都特别好。我当初入职的时候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竟然能把工作做得这么轻松安稳。你以前真的太拼了，天天最晚走，什么委屈都你自己扛。那个时候年轻，总觉得多做一点会被人发现，多扛一点就不会被人淘汰。实至名归，这说明你所有的成功不是熬出来的，是你的实力。对。明天峰会不紧张吗？毕竟是整个行业的大佬齐聚。好啦，不用再紧张了。你每次都这么淡定，我压力就小很多。因为我知道你的实力啊。万一我明天发挥失误，台下都是同行，岂不是很尴尬？就算输也没关系，有我在的。你怎么永远都这么无条件帮我兜底啊？因为你本来就很值得。我现在回想起以前，我真的是又怕你又躲着你。那个时候我太冷淡，太疏离了，你看到我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能想到，当初我最怕的人，现在居然是最疼我的人。所以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的。那明天峰会你去吗？会啊，我会坐在第一排，到时候你认真发言就行了。那我就更不能掉链子。好啦，好好说，你本来就很优秀了。温主管，你今天太厉害了，行业群里现在全都是夸你的人呀。我翻朋友圈，那朋友圈里发的都是你发言的片段，都夸你又年轻又能干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就是正常发挥啊。哎，何止正常发挥啊，现在圈内都传开了，说你是行业内的新晋骨干呢。以前别人介绍你只会说你是盛辉的秘书，现在再介绍你可是行业的主管。听你们这么说，我还真有点成就感。那必须有啊，你这一路的逆袭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咱从底层的内卷小白到行业的骨干，你可太励志了。温主管，你看，总部刚刚下发的表彰文件，你这次峰会表现直接纳入年度核心功勋。年度功勋？对，全公司只有2个名额，你是其中一个。我的天哪，这荣誉含金量也太高了。实至名归，绝对不掺杂一点水分。我真没想到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温主管，你靠自己摆脱了流言，摆脱了这些蜚语，摆脱了甩锅，这些完全是你自己拼出来的呀。对啊，你看以前说起咱们部门，谁都得踩2脚，你看现在，谁看咱不得高看一眼？其实我最开心的不是荣誉，
而是我终于可以不用靠别人的偏爱来证明自己。现在，你是实力和偏爱双向的拥有。恭喜温主管年度功勋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结果了？知道啊，但是我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想让你自己收获这份惊喜。你真的很会照顾我的自尊心。我一直都希望这份荣光是你自己挣来的。可是没有你，我根本撑不到今天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觉得公司也没有温度。以前总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总裁，离我特别远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是我的底气，我的归宿。那以后永远都是。嗯。一切都过去了。是啊，回头看那些让我哭、让我委屈、让我焦虑的事儿，现在看来都不算事儿了。以后都不会再委屈了。我以前真的不敢想，我能事业稳定，还能找到一个真心对我的人。那我比你要幸运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遇到了最努力、最值得珍惜、最善良的你。你呀，现在越来越会说情话了。只对你自然。那你说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最早是看你每天默默无闻，还不抱怨。后来你有一次喝醉了，闯进我的房间，敢释放真实的情绪。到后来看你一路咬牙坚持，不卑不亢，彻底放松了。原来你从那么早就开始关注我啊！一直关注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温主管，现在是事业稳稳，感情稳稳，人生圆满了呀。确实，我现在特别知足。从最艰难的时候熬出来了，以后所有的甜都是你的。以前总觉得人生要拼命追赶，现在才明白，好好生活，好好被爱，好好爱自己，才是最好的状态。你活成了很多职场女生都想要活成的样子。不内耗，不自卑，有事业，有底气，还有人疼。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。以后我们继续并肩，继续同行。这下全部结束了，剩下的全是安稳和甜。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的那句约定吗？一夜荒唐，下不为例。结果我们次次都破例。因为约定本来就是错的，喜欢你才是对的。现在看来，真的像做梦一样。并不是做梦，而是我们一起双向奔赴。我从一个害怕你、躲着你、不敢跟你说话的小秘书，变成现在站在你身边，跟你并肩同行。你一直都配得上跟我肩并肩。谢谢你一直包容我的脆弱，护着我的倔强，成全我的成长。也谢谢你，治愈了我的冷清，填满了我的生活，温暖了我的余生。那我们以后就这样好好一直走下去。不止以后，是一辈子。一开始，意外，最后是余生。